我不明白什么操作，我要把钱还上，为什么还要审批那么久？挺难受的。都市丽人为了给我们搬箱子，腿都撑成这样了。看他们的公共厕所。我们在出来之前，我们也挺幸运的。我们出来之前就是非常快速的快刀斩乱麻，断舍离，把我们的房子、车子全都卖了。我们来公证处公证一下，特别扯，就是我那个房子不是卖了吗？2个房子都卖了，然后2个房子都有贷款，我要还贷款还得等银行的审批，审批就是大半个月，将近1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不明白什么操作，我要把钱还上，为什么还要审批那么久？就审批我能不能还钱吗？还是怎么样？然后，而且银行说审批即便通过了，也需要本人去银行再签一个什么字。所以我今天来公证处，我可以把这个公证委托给一个其他的朋友，让他到时候帮我去签。走之前把这个车也要卖了，然后今天约了那个瓜子二手车，他来我们家这儿给我们拍照检测，就测一下这个车它能卖多少钱，然后给我们登记上去。我们这车是去年6月份，去年6月份刚买的，今年5月份就卖掉，还开了不到1年。因为去年买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今年要出去，如果是去年就知道要出去的话，根本不会买这个车。你车卖了心疼吗？不舍，也行了，这价格我觉得也行，也不算特别高，但是也不算低了，是吧？也就开了不到1年，开了11个月。11个月，心情非常复杂。对啊。为啥复杂？自己的车卖掉了，肯定心情复杂。哎，这不是第1次卖车，咱都卖过2次车了，这是第3次了。咱们之前卖车是每次都是换新车换好车呀，这次是把它卖掉了。卖掉换成钱不香吗？钱不是最香的吗？给我换新电脑，我省了台新电脑的。新电脑不是答应给你换了吗？换那个外星人的。对啊，那不是2万多吗？我这省了以后，是不是钱给加进去换个3万多？呸，这还是2万多，爱换不换？好吧。老婆，你还是把我杀了吧！车牌号没了。没使用未满1年，车牌号会回收。就是车牌号必须新牌照要使用满1年才能保留，是吧？对。未满1年那就，但是指标还在，是不是？指标在，那车牌号我还挺难受的。因为那车牌号是，因为那车牌号对于咱们2个来说还挺有纪念意义的。对，对吧？因为是我们名字的缩写，再加419结婚纪念日的那个数字。一身轻松的我们就出来了，而且卖的巨快，卖的特别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之前我们一直卖，也没有卖出去，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着急出手之后，我们就调整了一下价格。我们在8天之内把2套房和1辆车全出手了，非常的快速，快到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总共用了8天的时间。对，总共用8天时间，所以还挺幸运的。其实卖了车，卖了房，一切断舍离，没什么牵挂了，我们就开始准备搬家了。对，因为其实你卖掉房子之后，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你家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处理。对，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搬来泰国是想长居、长期生活、长期，你说是定居也好，你说是旅居也好，就是一个词不一样而已。所以你肯定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你要搬过来，而且房子卖了，你也没有地方放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打包了好多个箱子，又开始了新的一波断舍离。对，就是没有必要留的，以后再也用不到的，我们就全都扔了，或者说就捐出去，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扔掉了好多东西，总共打包了多少箱？我们陆续应该是17箱吧，总共打包了17箱东西。这17箱就算是我们所有的生活所必须的一些家当了。对。然后秋冬我们没有带太多，就留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喜欢穿的、比较好看的、牌子也比较好的衣服。因为我觉得你来了之后，你也不可能一直在泰国，你总要出去，比如说我去个什么韩国啊，我去个欧洲啊，或者我去个日本什么的，总有穿到秋装、冬装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件都不带的，所以还是带了一些过来。我想让你戴上这帽子，我看看什么样。你戴上，挺好看。你戴上，我让看。它好像必须得后边有一个。哎，我觉得朱莉戴比你戴好看耶。那好的，那我就。因为朱莉头比你大，能撑起来。然后这个刚好就可以，辫子就弄起来了。我得干点什么，要不这视频里显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干。我必须得找点活干。你这样叠衣服吧，
又来货了啊！又上货了。你的表现也让人臭地方了。哎，你们听这个声音不难受吗？听这个声可难受啊！不然我都送了2天了。好乱呀，家里。对呀，咱们这个床睡了好几年了，现在只能睡最后3晚了。还有3晚吗？现在有一种要从酒店退房的感觉。今晚、明晚、后天晚上啊，完了咱们就退房了。就离开这个生活了几年啊？4年多，不到5年。4年多，4、5年的家了，是不是？但这是咱们俩在一起生活的最久的一个家。对。要去泰兰德了。要去帕提亚。帕提亚也是泰兰德的呀。那真从这儿搬走的时候，还是挺那什么的。等最后走的时候吧，还是挺难受的。的那一瞬间，应该是会有点不舍。会哭吗？那倒也不至于。我们俩住了将近5年的家，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住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家。就要说再见了，再也回不来这个房子喽。出发吧，咱们。走吧。走。我有一个办法，你不行就把车开出去，把我车上东西倒上你车上，还是开我车上？你车有电？我车有电400多公里。这是韩爸、韩妈、好朋友小月、朱迪来送我们去机场。小的呢？小的后面不行吧？小的放座椅上吧。放座椅上，一喊拿下来。走了，走吧。就是当初那留去了。哎呀，你眼睛不能哭啊！眼睛别哭啊，过几天就好了。机场特别空旷，空落落的，都没几个人。我感觉像小妹要飞。那好像我们4个人一起旅行了。对呀。刚才我在坐车上还有点想哭，我怎么这会儿有点哭？就想赶紧顺利出去了。哎呀，我的天！这俩人挤眼泪挤不出来，算了，别挤了。再酝酿一下，行不行？加油加油！抱抱吧。挤出来了眼泪，哭出来了，挤出来了。对，大家记得，无论是你要出国，还是说你要去我们的香港、澳门，你都要提前查好当地的政策，就是什么入境政策，什么核酸报告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提前都准备好就可以了。我们到了澳门之后，也是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所有的东西都出示了，就没有问题了，非常丝滑的入境了。当时在澳门入境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核酸，就是它直接有那个就检测一个抗原，对，就直接把你送过去了，就检测完抗原之后，你就可以走了。但是其实我们前期的时候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就是我们马上就要那个飞澳门了，我们才知道澳门那边入境是要那个核酸报告的，然后呢，我们又去楼下的那个检测点排队，对吧？因为在北京那时候2天一检还是3天一检，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做核酸很频繁。啊，隔一天做一次，隔一天做一次，不做的话寸步难行，哪儿都去不了。然后我们去排队的时候，都已经排到我们了。突然我接到了那个航空公司的，就是澳门航空公司的电话。对，他说你记得你一定要去做那个单检的，你不要做混检的。然后我才知道说还有单检和混检这种东西。当时他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说这个电话的里面的内容，我就发出了一个灵魂质疑，说什么叫混检？什么叫单检？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混检单检，核酸还分这么细吗？混检单检？然后我赶紧问了一下给我们做核酸的，就排到我们了嘛。我说这个是混检还是单检？大白啊就抬头说。
混检。对，什么是混检啊？混检好像就是它就是好10个人一组吧，然后在一起去检测吧，然后你单检可能就是单独检测你自己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了绝大部分的核酸检测点都是混检。我就问了我好朋友，就是夏老板，因为我好朋友在我出国的前1个月，他刚去了日本，我就问他说，你走之前你那核酸去哪儿做的？赶紧告诉我，我现在要去做核酸。他说，你去和睦家就可以了，和睦家就可以做，但是你要尽快，因为他们每天这个数量是有限的。于是我们赶紧给和睦家打电话，还好当天是预约上了这个和睦家的核酸。大家记得，如果你从北京出发要离境的话，要去和睦家做核酸，因为和睦家他们家是单检的，而且一定要去望京丽都的那家和睦家，只有它是可以单检的，而且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啊。对，一定要提前预约。到了澳门之后，我发现，哇塞，澳门是真萧条呀，和你之前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和我之前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根本都没有几个游客，怪不得它的酒店那么便宜，街上也没有几辆车，也没有几个人。然后我们在澳门那几天就到处吃吃喝喝，走走逛逛，吃吃美食。他带着我去介绍一下澳门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啊，对，美食啊，毕竟是去过澳门的人嘛。因为澳门被称为美食之都，所以澳门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去尝试。我们有一个澳门的朋友，他带着我们逛了一整天，逛了一些景点呀，包括他那个大3巴，我之前都去过，这次主要是带他去看一下。而且我那个朋友他很专业，他之前是在澳门做导游的，他可以跟他讲很多这个景点的背景啊、历史啊、故事之类的。都很小啊，这是以前的一个码头，以前这里都是海，然后全部填出来，这是一个码头，码头对面那个就是妈祖庙。那我们澳门的英文名Macau就是来自这个妈祖庙。哦。我们当时订的机票是从澳门到新加坡转机再来曼谷，对吧？对，但是一开始不是这个航线，我们一开始订的是从澳门直飞曼谷的亚航的航班，而且价格还挺便宜。但是这个亚航太坑了，这个亚航真的太坑了。就是我们订完了这个航班之后呢，紧接着发现从第2天开始，这个航班就在各个 APP 上消失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其实住在那个澳门的那几天啊，还是比较忐忑的，我很担心这个航班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中间抽了1天的时间，专门又去了机场，去想看一下这个航班是否正常的。结果我们2个到了这个机场啊，发现亚航的那个航空公司的前台已经消失不见了。就是他先给你放出一个假的航班信息，对，然后你先去买，你买了之后，他到起飞的日期，他再给你取消，消失了，消失了，而且消失了没有任何通知的，消失没有任何通知，就是你走的时候这个航班不存在，对，你在任何的地方查不到这个航班，你在机场也查不到这个航班，然后这个钱还不退给你，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去那个澳门的那个机场啊，我去问前面咨询台，我问他，我说我想了解一下关于亚航航班信息，然后那个小姐姐直接说，亚航应该最近2个月都没有飞过了，对，然后我们就惊呆了，但是他的机票在正常卖，一直是可以买的呀，一直到我们去澳门之前，我们那个机票都是正常在买的，只是我买完了以后，好像第2天还是第3天我忘记了，就是消失了，所以就特别坑爹。现在钱退来了吗？没有退，亚航给我们取消的这个机票，它是直飞的，是澳门直飞曼谷的，然后没有办法，它取消了，我们只能重新查机票，重新买机票。但是我发现除了它那个航班，其他没有直飞的，没有直飞，都是转机的，都是要从新加坡经停，然后转机到曼谷，所以我们紧急又订了一个从新加坡转机到曼谷。然后我们其实从澳门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再到曼谷，整个的过程也是挺顺利的，对，很丝滑，也是挺顺利的，非常的丝滑入境，丝滑出境。在新加坡待了几个小时来着？7个多小时，不到7个小时，我记得6个多小时，差不多吧， 6个多小时，就是6、7个小时。在新加坡待了6个多小时，然后新加坡机场其实你待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因为有吃的，有喝的，有休息区，有临时的旅馆，有户外花园，对，有户外花园，还有那个电影院。对，我们当时就在休息室待了几个小时。对，而且新加坡机场的休息室可以洗澡，我们俩一人还洗了个澡，冲了一下，就舒服服的就躺在那儿等那个飞曼谷的航班。在这个飞机落地曼谷之前，我的心其实一直是悬着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不定性的因素，只要这个飞机没有落地曼谷，没有落地泰国，我就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入境泰国。当那个飞机成功落地降到这个曼谷的时候，降到苏万纳夫机场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你什么心情？我当时睡着了，我竟然睡着了，然后我就震醒了，我想说啊，谁吵我，谁敲我？我一看啊，落地了。其实我还想再睡会。转机很累嘛，所以我在那个新加坡飞曼谷的飞机上就睡得很沉，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我就落地曼谷了。到机场，然后就出境，比我们疫情之前来曼谷要快。进到泰国机场之后，然后我们2个同时异口同声的说，就是又是熟悉的味道。对，就每次到那个曼谷机场，就觉得哇，这个味道你无法形容，但是它就是泰国的味道。对，我就看着那个熟悉的机场，我已经时隔将近3年来过的那个曼谷的机场，就觉得。
百感交集。然后我们就叫到了一个车，叫到车之后我们就下雨了，下暴雨了，看着窗外的这个大雨，看着泰国的那一个一个的广告牌，闻着熟悉的泰兰德的味道，就觉得百感交集是吗？真的百感交集，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入住了我们之前来泰国一直很熟悉的黄泉，不是黄泉路上的黄泉，是皇帝的皇，权力的权，黄泉免税店的黄泉。之前我跟别人说我住黄泉酒店，别人会觉得啊，这什么名字啊，也太不吉利了吧。我说这不是黄泉，然后我朋友还说，这个酒店是不是迎宾饮料是孟婆汤啊，就要给你喝孟婆汤。我说。反正我刚到曼谷的时候，我反复问了他好几次，我说啊，我们这就到泰国了，我们人这就在曼谷了。然后我们晚上出去在路边溜达吃饭的时候，看着熟悉的711，看着熟悉的水果摊，看着熟悉的那个街道，就说啊，我们就这么来了，就这么到曼谷了，到泰国了，会不会整个过程太顺利、太丝滑了？而且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在泰国待了几天之后，我就有一种来到了平行宇宙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泰国疫情已经常态化了，泰国已经把新冠列入基础病了，对，就跟感冒发烧一样，你得了之后你也不用去医院，你就在家你待几天就好了，或者是你吃药不吃药都没关系。而且我们来的时候，泰国已经解除口罩令了，对，我们来的第2天就解除了口罩令了，就是不强制你戴口罩了，你去任何的地方戴不戴口罩全凭自愿，也没有核酸，也没有隔离，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人去讨论疫情，也没有人会关注疫情，除了大街上有一些人他会戴口罩之外，你看着整个的曼谷的这些街道、这些景色、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群，跟你2019年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我们在来之前，在北京，我们那肯定就是3天一检、2天一检，就是每天就是非常的恐慌，就今天哪儿又阳了，明天哪儿又隔离了，后天又要3天3检要核酸啦，公司不能去啦，我们园区封了，就你每天在这个环境之中，你的神经是非常非常的紧绷的，非常紧绷，所以你一下子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这是泰国吗？这还是另外一个星球，另外一个世界，我好像到了一个平行时空一样，就甚至我一时还有一点就是不能适应。而且我刚来的前3天，我还不自觉的点开了我的健康码因为我想看一下我那健康码过期了没有，然后我点开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哦，不需要了，所以不用看它了，就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刚来曼谷的那些天，就是每天吃喝玩乐，在酒店里健身游泳，睡到自然醒。而且我们来曼谷之后，我们曼谷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待我们嘛，因为他在泰国已经生活了14年了，他已经就是一个融入当地的人了，他是一个泰式中国人了，讲着一口流利的泰语，说的非常溜，所以他就带我们去这个地方吃一吃，去那个地方吃一吃，去这儿逛逛，去那儿逛逛，就去了很多我们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吃了很多之前没有吃过的餐厅，而且全程他用泰语交流，不用我们沟通，就非常的省事儿。บะหมี่หนึ่งด้วยครับเขาชงส้มแล้วก็ตั้งเป่าซะ他们约厨师来吃烤肉实在是太明智了。现在要去哪儿？他说是一个火车市场。什么火车市场？说完了。哪个火车市场？一个巨大的火车市场。它为什么叫火车夜市啊？它的业主方就是泰国的铁路局。哦，我以为它这儿有一辆火车呢。这儿没火车，这儿火车夜市没火车。这儿是属于郊区了吗？差不多，很泰国曼谷的郊区了。对，在曼谷，但是很郊区。这是曼谷最大的一个夜市，火车夜市。火车夜市并没有火车，是吧？对。哇，好多人，好热闹。而这里基本上都是本地人，都是泰兰德，是吗？对。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摩托车。这是卖摩托还是？这是停车场。哦。哇塞，我的妈呀！好热闹啊！这个夜市，这个是曼谷最大的夜市，据说东西特别便宜。嘿。要喝什么东西吗？这是果汁店。啊。冰淇淋。哇，这是公开卖假货吗？看有Vans，有 Nike。这次来泰国之前，我总觉得迷之自信啊，我会觉得，哎呦，那没了我们中国游客，那泰国那
旅游还能撑得下去吗？岂不是很萧条？然后肯定人就比较少了。但是我来了之后发现我好像错了。我去逛商场的时候，商场依然人满为患；我去逛夜市的时候，依然是挤得要死，没有感觉说这儿变得萧条，也没有感觉说这儿变得不那么热闹。曼谷依然是那个热闹的曼谷，依然是每天堵车堵到死的曼谷。对，就没有觉出来它有什么样的异样，除了大街上看到的中国同胞少了一点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异样。真的就是那种从内而外的整个心境都放松下来了。我们刚来的那1-2个星期，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就觉得说我们如果万一阳了怎么办？对，你记得吗？万一感染了怎么办？有一天你晚上你突然跟我说你嗓子不舒服，然后硬是让我去那个楼下711，我是不是新冠了？我感觉我好像新冠了，然后连夜去711买了那个测试盒，大晚上1点多，然后我去711去买了那个测试盒，然后给他做了测试，结果测试完了之后一道杠，没有怀孕，又没怀上，我就对安心了。你说我这不孕不育什么时候能治好？一直都怀不上，所以就算了。就也没有再继续去测试，然后现在住了差不多2个月，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已经完全就是躺平。对，我们现在已经待了2个多月了，已经完全心态躺平了，就无所谓了。去夜店去酒吧我就无所谓了，就阳了。我身边朋友就阳了好几次了，对，阳完了之后2-3天就好了，3-4天就好了。我们家保洁阿姨上个月也阳了之后1星期没上班，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在我的意识里面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就像一个感冒一样，所以我就完全躺平了。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刚来泰国之后，我们就去打了疫苗。对，因为泰国这边有一个政策，它可以免费给入境的外国人接种疫苗，莫德纳也可以，辉瑞也可以，都行，你自己选择。但是我们因为刚刚到嘛，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免费的该去哪儿打，而且我们也担心说这个免费的会不会排队，会不会环境不好，会不会卫生环境很差之类的，我就总有很多的意淫，所以我们还是自己花钱去了全泰国最有名的康民医院。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康民医院，去那儿打了疫苗，2个人花了大概多少钱？所有东西全部都加起来吧，包括医生面诊费啊，所有加起来可能花了500多块钱吧。500多块钱，就是打了2针，一人打了1针莫德纳。当时打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问莫德纳跟辉瑞到底哪个更好一些。对。然后医生说莫德纳的防御力会稍微更强一点点，但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俩的差别没有很大。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莫德纳比辉瑞要防御力更好。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打了莫德纳。然后医生就说你打完之后反应会比较大，对，你打完之后会发烧。医生也打了，他打了也发烧了。当时给我们翻译的那个翻译小姐姐，她打了也发烧了，然后给我们提前就开好了退烧药，说如果回去发烧不用担心，你就吃退烧药就可以，这2天就好好休息。等再等发烧。我想说，烧了吗？我隔10分钟测一个体温，隔10分钟测一个体温。过一会儿我就跟他说，快，我好像烧了，赶紧再给我测体温。我感觉我好像发烧了。咱们俩应该是下午3点多回的酒店，对，回去以后就在房间里面一直在等，不敢出门。对，然后我等到大概7点的时候，我想说还没有来，什么症状也没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房间里待着吧，我要去游泳了。然后我就去游泳，他还去游泳了，等到最后也没有发烧，没有，我甚至还有点失望，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发烧，他也没发烧，我也没发烧，但是他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是，但是我是有一点那个浑身的轻微的那种肌肉骨头麻的那种，就好像我们平时发烧之前的那个症状，但是是非常轻微的。所以大家如果来泰国的话，落地记得先去打一下疫苗。是，我们在曼谷住了几晚来着？一开始8晚，对，在曼谷一开始是计划住2晚，后来就觉得，哎呀，我们以后就要长居泰国了，干嘛要着急啊？就慢慢来咯。而且你住酒店跟你租公寓的那个价格划算下来也差不多，所以住酒店我也不着急说我要去退房，我要去租房子，所以我们就慢悠悠，中间续过2次房间，就住了8晚。对，住了8晚之后要转战芭提雅了。芭提雅才是我们来泰国之前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我们来泰国之前就想好了，我们以后长居的地方、定居的地方就是芭提雅。对，具体呢，我们为什么想选择芭提雅定居，以及我们去了芭提雅之后都遇到了什么事情，以及芭提雅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讲给大家听。记得按下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